在哪吒魔童闹海里面有3个家庭哈，我感觉是形象是特别饱满的。一个当然是哪吒的母亲哈，她是给哪吒无条件的爱，无论你是魔是仙，你都是我的儿，就是她是无条件的去包容的。这个是很多父母其实也做不到的。那我们就是能够学着给孩子更多的理解，更多的接纳，更多的包容，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这种爱，这种爱是建造他的安全感，就是在这个家里，无论我是什么样子，都是被接纳的。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哈，可能经常会出去闯点祸，或者是被。对，因为年轻的时候，你会可能无论是在公司啊、工作呀，或者是朋友来往的时候，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，因为不成熟嘛。那家是一个温暖的港湾，就任何时候，无论我在外面受多少气，我都可以回到家。就是去修复去疗伤，然后每个人只要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就这个世界哪怕只有一个小角落，无论是穷还是富，他都会可以迅速的恢复，它是刚强的，这个底子是刚强的。对，所以呢，就是说作为父母的话，哈，这个父母的对孩子的这份无私的这个爱，确实呢也是会影响到孩子的一生。对，如果他孩子哈，你家庭的这个氛围很好，有这样的一个亲情的话，孩子呢一直会觉得哦，家就是我一个港湾。对，那他呢哈，就不管在外面再受委屈啊，再去事业的成功与失败呀哈，他都会呢，最后呢，他都有一个归宿感。对。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哈，反而是越能干的父母，他是对孩子是越多的要求，然后越多的指责。可能心里边也是对孩子是爱的，但是他觉得这样对孩子更好。对，好的一方面就是说父母呢都是叫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他们呢就是父母哈。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了，对，老想让孩子出人头地，然后呢，父母也觉得很荣光啊，很那可以炫耀啊，对。其实呢，这样给孩子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对，你看这个龙王就是这样一个表率哈，这虎爸的那个感觉，他是很龙族是最有力量的一个代表，他就想靠自己的资源或者靠自己的能力，那你这个孩子要继承我的家业，但是到最后龙王醒悟了哈，他说孩子，你尊重你内心的选择吧。然后他，因为当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啊，孩子只要活着就好了。我遇到这种人太多了，因为来找我的个案真的是，如果你不深入他的内心，你就感觉这个人简直就是完美的，长得也漂亮，然后事业也好，但是他内心就是来到我这，很多都是哭的不行。就是打开内心之后，他会有很多童年的创伤，包括童年的创伤会延续到现在，因为他没有疗愈的话，他就一直在循环那个模式，所以他其实是很苦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所以父母和孩子哈之间的这种沟通啊，和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啊，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对。还有一个家庭是申公豹，对，其实这个很意外的。申公豹这个形象就是很奇怪啊，因为他脸特别瘦嘛，特别长。我一开始我说感觉像个妥妥的反面教材一样，对反面角色。那结果在这个片里边还是很出彩的。其实，在哪吒1里面还是反派，包括在以前传统的动画片里边也是反派。但是这个饺子导演就给他们应该是有一些改动哈，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就是让人有一个意外，但是又觉得也是很煽情的这种感觉。是。对，他是就好像是一个在穷山村里长大的一个穷小子那个感觉，然后他是有自己的志向，他到了天庭之后反而进入了最黑暗的那个势力中，然后他是。虽然勤学苦练，他是一刻都不停的去修炼自己，连家都不，100年之间没有回过家哈。但是呢，他就被利用了，但是被利用之后，他有这个醒悟的机会。虽然看上去很冷酷，说话还结巴，但是你看他弟弟。小豹来找他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爱，对那个这个兄弟之情哈，对，溢于言表。对，然后他对他父亲温柔的感觉，很感人。对，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不忘初心哈。我们比如说本来是想成仙，想走那条路，但是这个过程又是曲折的，它很艰难。那我们遇到我们随时都在面临一些选择。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以为是在往修仙这个路上走，有人告诉你我这有一条捷径，那其实你走偏了。对，所以就是
为什么要一日三省？就是要经常检测自己，我是不是在走在我的正确的道路上。那我们也想提醒，就是镜头前的父母哈，给孩子哈更多的爱吧，对，就是更多的温暖，然后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对对对。人生难免风风雨雨，最后改变了模样，不变是我心中的希望。